而林浩这边全是女士，他得一个人挂下放线，忙得手忙脚乱。这一刻他是无比想念阿和呀，要是那小子在，自己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林总，我帮你吧，怎么弄？范冰冰凑到近前问道。行，你帮我掌舵吧，跟开车差不多，尽量保证直线就行，不需要动其他的设备。油门呢？不用动，我定死了，只掌舵就行。我呢？我能干啥？陈雪也凑到了近前，林浩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早干嘛的，还嫌内助呢？这3个字也就占了一个内吧。帮我把货舱里的虾给捞出来。李冰冰姐妹是指望不上了，两人不仅喂水，还有轻微的晕船现象。林浩已经听到好几声干呕了。老罗船上的3筐钩子下完后，好一会，2艘船小心地靠在一起。林浩对着众人道：想跟着去拖网的，就跟着我罗叔的船；想上岛的，就跟我走。统一行动吧，就不网鱼了，咱一起上岛吧。陈道明的话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同。林浩看向老罗：罗叔，你还拖吗？今天听你的，你说咋弄就咋弄。老罗为了照顾大家能听得懂，还别了一下口音，浓厚地域特色的普通话，听着就有一股子戏感。今天他的船是林浩包下来的，原本他只是说帮忙，但阿浩在这块原则性强，非说要给钱，1天2000块，相当高了。包别人的船1200块顶天了。船既然被包下，自然要听包船人的指令来办。那你今天也别太辛苦，四叔没跟着，你一人也不好拖，咱一起到岛上转转吧。老罗从善如流，2艘船再度分开，向着淡水岛的方向驶去。离得不远，开了20多分钟就到了地方。老秦挺着个大肚子，一早就在临时搭建的小码头上等他们。欢迎各位贵客，条件有限，见谅见谅。林浩指着老秦给几人介绍：这是秦总，金城宇总安排在这边负责工程的。一听是渔伐科的人，几人不免也热情了3分。一番寒暄，众人便在老秦的带领下参观起了岛。老秦带着众人来到一个立起的大牌子边上，牌子上就是游乐园的规划图。岛上现在有不少的集装箱安置房，一些是给技术人员办公用的，还有就是工人的住宿。毕竟是孤悬海外，工人是没办法天天登岸的。进入其中一个集装箱，此刻里面空调已经打开，大家这才解除自己一直捂着的武装。2个茶几上不仅泡了茶，还有饮料和瓜果。彭大炮看了眼空调，再度问道：林总，这么远，以后的电力得咋供应啊？林浩一指秦总：我是个门外汉，秦总给我们冯老师解释一下吧。暂时还是柴油发电，我们有5台大马力的发电机组，当然这也只能满足施工时所用。后边我们正在建一个中型的水力发电站，这里4面环水，成本要比其他地方更低些。工程师的预算大概在7000多万就行了。游乐园的用电是个大头，这里离岸太远，铺电缆又得走水下，不仅成本高，而且以后极难维护，索性直接弄一个水力发电站。虽说前期投入不少，但后期成本会低很多。中午在这里吃的午饭，又休息了一会，差不多到了2点，众人再度登船，有了上午的精力。这回大家喂水的现象好多了，李冰冰也和陈雪有说有笑。姜文坐上了林浩的船，在那边和那几个老爷们没啥聊的，还是和义父不对，是林总多亲近点好。到了作业的水域，林浩也不客气：姜导，你来帮我。成啊，我看这捕鱼和拍电影哪个更难点？姜文说笑着站到林浩的旁边，林浩先拿了双手套给他，戴上，不然等下线割手。见对方老实听话，他又抽出放在凉棚上面的钩子，将浮漂给勾了上来。还别说，范冰冰驾船还蛮有天赋的，至少方向没出现明显的偏差。林浩不时让他向左或向右，他也没出现左右不分的情况。别以为很容易，对新手来讲，分清左右有时候很难的。你负责收线，我负责挂钩解鱼。如果感觉到鱼拉扯的力道大，咱也别用蛮力，可以适当的松点线。林浩将线递给姜文，坐到旁边给他讲解着要领。和钓鱼差不多。对，跑鱼也无所谓。林浩是带他们出来玩的，没指望今天能有多少收获，只要够晚上吃就行。他们自己捕的自己吃，那味道又是不同。2人这边刚启动，另一边老罗的船上已经传来了欢呼声。林浩打眼望去，离得有些远，看不清，鱼应该不大，不过对于他们来讲，反正是重鱼了。来，超过他们。姜文的好胜心起，直起身扭着腰就要大力的拉线，这样太累，而且会增加断线的风险，别太急，跟着船速收，这样省力。姜文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显著的特点有2点：一是不对自己未知的领域发表看法，其2就是听得进去专业人的指导。怎么是空的？第一枚钩出水，姜文有些不爽的道。林浩心思一动，打开系统绑定姜文为工具人，嘴上却说着：延绳钩也不是钩钩都中鱼的，得看运气，况且就算全中了鱼，也要看鱼的贵贱，有的一排中1条鱼就能回本，有的鱼可能还没挂的虾值钱呢。这么说会亏本？哈哈，跟你们拍电影一样，有投入就肯定会亏本的风险，不过我们这个亏本的概率低，你们那个高风险。投资电影真的是坑，这也是林浩不热衷的原因。每年全国至少出产上百部电影，
但往往赚钱的只有几部，比例也就5%左右。更多的电影，大众估计听都没听过。我拍的电影不会亏。姜文自信满满的道。林浩心中暗笑，你丫就是最大的坑货，除了让子弹飞，就没有赚钱的作品了。姜文还得再自夸2句，突然感受到手上传来的抖动，大喜道：有余，劲还不小。李冰冰姐妹俩其实有些刻意疏离姜文，因为他俩知道这货跟自家老板表面上没啥，实则内心有点不对付。这次要不是有冯大炮和陈道明同行，姜文是不可能跟老黄同行的。一是姜文瞧不上华谊的很多做派，其二嘛，太阳的本子他写出来后，第一个就是拿给华谊看的，结果对方不鸟他。这回听说终于，两人实在忍不住也挤到近前来看。江导，鱼大不？江导不对，该问林总是啥鱼。别急，鱼还没出水呢。咦，怎么是空钩？估计在下一钩，这很正常。又拉了几把，一尾鱼慢慢的浮现上来。今天的海水不算清澈，所以进出水时，林浩才看清。当见那一抹黄色浮现在水面时，他也忍不住欣喜。江导，你这运气不错，第一尾就是好货。很值钱，看着不大呀。不是说海鱼都是几十上百斤的吗？我拉着感觉很吃力，以为多大呢，结果才这么点，也就2、3斤吧。淡水鱼的拉力和海鱼区别很大，1斤的海鱼拉力甚至能抵得上近10斤的淡水鱼。这是黄花鱼，这个体型的，现在估计要500左右1斤。哟，那还真不错，这一尾就值1、2千呢，咱的本回来了，接下来全是赚的，相当于票房过亿了。哈哈哈，过亿可不是你的目标。林总，我可乐意和你聊天了。你说你咋这么有才，又会说话呢？林浩没再理这货，脸皮不是一般的厚，他已经用抄网将鱼抄了上来，解完之后直接扔到活仓里，能不能活等一下再说。抓紧吧，他们已经收了半筐，咱这才开头呢。收得快，那是说明他们没中啥鱼。姜文理所了当然的说着，神特么有道理。接下来几钩也都没空钩，上了2条黄翅，还有1尾小的黄金斑，剩下的就是19公。姜文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，只有林浩明白，还是自己的运气值在发挥着作用。收到一半时，这货拉上来1尾4斤左右的春子，在那激动的叫着：黄花，这一尾值2千多了吧？我去，好像这来钱也挺快的。林浩斜睨了他一眼，这是春子，1斤也就50块左右。姜文懵了，看着正在解的鱼，摸了摸鼻子，和刚刚那个一模一样啊，都是黄黄的，价格咋差这么多？快点收，等回去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一个导演不去研究镜头艺术，对于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干啥？在第一筐的尾部，他又拉起1尾全身金黄的鱼，黄花春子。他还是懵逼的看着林浩，后者赶忙用抄网捞上来，面上带着喜色。